在日常生活中，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过便秘这个问题。当身体里的废物无法顺利排出，不仅身体健康受到影响，心情也会变得烦躁。今天告诉大家，我们身体有天然的开塞露，只要用对了，就可以找回顺畅无阻的轻松感。这个天然的开塞露其实就是我们身上的2个点位，分别是三焦经的支沟和肾经的叫海。我们先找支沟。支沟在我们腕背横纹上3寸，在耻骨与桡骨之间，左右手各有1穴。找到位置了，用拇指垂直发力按压，然后用力旋卷伸按，要感觉有明显的酸胀感，保持住，点揉5分钟。很多朋友有我们这个绿檀木梳的，可以用圆润的一头来点按，力度更加容易渗透。经典有云：大便难，支沟主之。这种旋卷按压能更有效的刺激穴位，激活精气，促进肠腑蠕动。点揉支沟在便前或者腹胀的时候，作用会更加明显。按完左手支沟，再用同样的方法按右手支沟。接下来到肾经的叫海。叫海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尖下方凹陷处，左右脚各1穴，它是通便润肠的好帮手。找到位置，也是旋卷点揉，保持适度的酸胀感，点揉5分钟。做完左边的脚，再做右边的脚。肾主水，司爱便，能调肾水不失和疏泄。按揉叫海，能滋阴润燥，增益肠津液，帮助肠道蠕动，提高排泄之力。当你大便干燥、坚硬、排泄困难时，就找叫海。支沟穴和叫海穴是完美的搭档。2穴虽然分属不同的经脉，但是便秘、调整肠腑机能上，它们可是黄金搭档。大家记得顺序：先疏解肠道气滞，按揉支沟穴；再滋阴养精，润泽远便，按揉叫海。2者并用，就是身体的天然开塞露。年龄越大，越应该锻炼坐骨区。它上连着腰部，下连骨盘和膝盖，这里不打开，你久坐会感觉腰臀部特别的不得劲，坐骨痛，走路也会感觉膝关节酸软无力。每天跟着我做2个动作，打开坐骨区，你会瞬间感觉到腰臀部轻松了，腿脚更加灵活了，走路稳稳当当的。中老年人一定要收藏起来。第一步，拍打屁股2侧的环跳。我们先找一下环跳穴大概的位置。我们自然站立，双手摸在屁股的2侧，这里有个明显的凹陷，环跳就在这2个凹陷当中。然后我们双手握拳，力度由轻到重的敲打2侧的环跳，以感到酸胀麻麻的触电感为最佳。每天早晚各100次。中医有句话叫做坐骨刺环跳，坐骨区不得劲的人要坚持每天刺激环跳穴。很多人习惯久坐或久站，坐骨区很容易堆积淤堵，时间久了还可能会引起坐骨神经痛、腰椎疼痛。所以我们每做1-2个小时就起来拍拍环跳。第二步，搓揉八髎穴。八髎穴位于人体腰底部位，不是一个单独的穴位，而是8个穴位的总称。坐骨区不通的人，拍拍这里会觉得很酸痛，屁股也是凉凉的。我们用这个滚珠按摩器来搓揉，会省力很多。
这里的滚珠可以360度旋转，能滚动深层刺激经络穴位，效果比手搓的更佳。有需要的朋友请点击视频下方。可以先在8髎处涂点精油，然后手持2个滚珠按摩器，上下搓揉8髎穴。我是隔着衣服演示，大家最好是贴着皮肤搓。有硬结的，有疼痛点的，要重点疏通。很快腰底部会有明显的热感，慢慢的把热力注入下焦，打通坐骨区淤堵，缓解坐骨疼痛。上下来回搓200下。对女性朋友来说，搓揉这里也有很多好处。8髎穴被誉为打开臀部气血的开关，搓揉8髎可以充盈我们的气血，养出红润好气色。气色足了，很多困扰女性的问题也会消失。好，每天做一做这2步动作，充分的疏通坐骨区，让你告别腰痛、腿痛、屁股痛。人体内的三浊越多，身体就越差；相反，身体的三浊越少，身体就会越好。三浊是指身体日积月累的浊气、浊水和浊物。浊气就是指身体里的一些气体，比如放了屁、打嗝的气等等。浊气堵在心口就会难受，走到脑袋就会头晕眼花。浊水就是身体的湿浊，老爱吐痰的人就是因为体内浊水太多。浊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宿便。怎么去除身体的三浊呢？有一个大道至简的方法，下面我教大家。第一步，拍打排污开关中毒穴，它在大腿外侧，在风室下2寸。我们这样讲，我们自然站立，双手自然下垂，中指所指的位置就是风室，然后风室再往下量3横指，好，这里的位置就是中都。找到了位置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拍打。我们稍稍用点力，一下一下的拍打，连续拍打10分钟以上，每天可以多次。这里是人体中焦的排污启动机关，我们想要排出三浊，一定要先激活此穴，把开关打开。我们把这个开关完全打开了，我们就开始推三浊。这个三浊就是浊气、浊水、浊物，它们都是藏在我们腹部中焦这个区域，所以我们不难发现，一些人肚子大的、肚子硬的，都会有很多健康问题。那为什么肚子会硬、会大？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与三浊有关。如果肚子变硬了，像消化不良、胃口差、上面热、上面寒这些毛病也会找上来。还有小腹变大、赘肉多，这都是三浊惹的祸。所以我们想要身体健康，想要身体的毛病少，腹部这里一定要柔软。下面我们就开始推三浊。我们用这个扁灸罐来操作。这个扁灸罐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边刮一边灸，既有刮的疏通作用，也有艾灸温经通络的作用。我们借助罐子的力量，就可以更方便、更加彻底的推出三浊。想要这个罐子的朋友，点击视频下方链接。扁灸罐里面已经点燃了艾柱，我们一定要把隔灰网这个盖子盖好。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我们用扁灸罐操作，其实和推腹是差不多的，只不过用罐子的话呢，比用手推更好。我们就这样拿着，先推中线，我是隔着衣服向大家示范，大家在推的时候是贴着皮肤来推。好，从上就是从剑突那里开始往肚脐方向推，就是中线，就这样子推，一直推5到10分钟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推2侧，我们先推左侧大家看着我的动作，就这样一下一下的推，推到我们的侧腰面，就到这里。
这一边的时间大概也就5分钟这样，然后我们再推右侧，也是从中线的旁边往腰右侧方向推，一定要推到右腰侧因为这里有带脉穴的位置。那么很多人在推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会感觉到腹部会有痛点，为什么会有呢？因为腹部是我们很多慢性问题的反射区，如果发现有这些痛点的话，我们要重点的去刮这些痛点，这些痛的部位。我们推的时候要稍稍用力，很多人刚开始推的时候，腹部这里有明显的痛感，这是正常的，继续坚持推。有些人在推的时候会打嗝，甚至会放屁，这是好事，说明你推到位了。继续坚持这样推，就可以帮助把积聚在中焦腹部这里的浊气、浊水、浊物一步步的推出来。我们坚持用这个罐子来推，肚子就会越来越柔软，中焦这个区域就会越来越通畅。大家要坚持做，把这3浊排干净，身体就会轻盈干净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。凌晨早醒，以这个时间为分界点，把它分为2个典型代表。第一个代表就是凌晨1到3点早醒，几乎每天都会在这段时间醒来，有些人醒了之后还会大汗淋漓，要过好久才能再次睡着。凌晨1到3点这段时间是我们肝经当令的时辰，就是肝经工作的时间到了，这时候身体的阳气升起来了。但是如果你的肝经是堵塞的、不通的，阳气运行受到了阻碍，它冲不起来，就像是憋气一样，所以就醒过来了。怎么办？疏通身体相对应的经络就能解决。这种情况应该坚持拍打腋窝。我们拿这个经络拍来拍打腋窝，这个拍子疏通起来力度很足，很舒服。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款拍子，非常好用，不但可以疏通腋窝、脚窝，还可以疏通后背、四肢、腰腿等等，全身都可以疏通得到。还加了我们特制的材料包，想要的朋友点击视频下方。第二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凌晨3到5点早醒，这段时间是肺经当令了，肺经的工作时间到了。3到5点早醒的人，就是肺气受到了阻碍，肺经不通畅，阳气受到了阻碍。这段时间早醒，这个时候就要坚持疏通脚窝，拿着拍子对准脚窝的位置，稍稍用力的拍打，左右的脚窝各疏通5分钟，重点疏通完脚窝，最好还要把整个肺经都疏通一下。肺经的循行路线，它是从这里这里有个窝，云门中府，然后沿着手臂的外侧前缘一直到大拇指，我们只要顺着这条路线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从云门中府开始，一路往下拍，拍打到大拇指的鱼际，然后回来，就这样反复的拍打5分钟，然后再换手。不管是疏通腋窝或者脚窝，都可以在白天有空的时候做，一天做2到3次。晚上睡觉前2个小时，还要把大腿内侧的肝经疏通一遍。肝经在我们大腿的内侧面，大家可以像我这样坐着，2脚心相对，内侧面就展露出来。然后我们手持2个经络拍，从大腿根部开始，往脚踝方向拍打，然后再回来，再继续反复的拍打5分钟以上。好，以上就是凌晨早醒的处理方法，大家坚持做就会有帮助。孙思邈曾说：“梳头可以使面色光辉，气力强健，百病皆去。”确实，头部有许多重要的经络穴道，通过梳头能增进全身的脉络畅通。特别是脑供血不足、经常头脑晕乎乎的人、记忆力越来越差、总爱掉头发的朋友，
或者你想到了年纪大了之后，头脑清醒的，听我的，一定要多梳头，让气血蹭蹭往头上涌，打开身体的供血阀一样。下面我教大家用这款梳子来疏通头部。想要这款紫檀红木梳的朋友，请点击视频下方。第一步，梳督脉100下，头顶正中央这条线就是督脉。我们用梳子从前往后梳到后脑勺，就这样，一下一下的梳。督脉它主管身体所有的阳经，疏通了督脉，就是疏通了全身的阳经，让身体气血旺盛，气血充盈。紧紧地贴合在头皮上，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头上。用这个梳子来梳头，它的能够有效的疏通到头部经络，能够很好的两端的圆圆的大齿，还可以用来点按穴位。想要这个梳子的朋友，进去我的橱窗就能找到。第二步，疏通膀胱经100下。膀胱经在督脉的旁边两侧，我们用2个梳子，这样从前向后梳，一直梳到后脑，把这里疏通了，让更多的气血流进这条经络，瞬间感觉气血往上涌。第三步，疏通胆经100下。胆经位于膀胱经的两侧，这条是胆经经过的路线。人体的5脏之血、6腑之气，皆上注于胆经。胆经疏通了，能振奋阳气，清热开窍，健脑开络。也是用2个梳子，从这样梳，因为胆经呢比较靠近耳朵，我们这样梳起来是很舒服的。每次梳5到10分钟，这样梳头后，气血达到头部，马上有一股热乎乎的感觉，气血滋润头脑，非常的舒服、轻松、清醒。梳完头后，然后呢，我们还要拿梳子疏通一下脖子这里，脖子这里，身体的气血仓库都在这里了，头颈部的气血都在这里交汇集。手持2个梳子，从发际线开始，从上往下梳，就这样稍稍用点力。用这2个梳子来梳是很舒服的，就这样一下一下，每次梳过5到10分钟。以上就是梳头的方法。脑供血不足，经常头晕迷糊的，记性越来越差的，头发越脱越多的朋友，坚持疏通。脾胃虚寒，长寿难。如果你想趁着夏天把脾胃养好，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而且这个方法只有在夏天的时候用，发挥的作用才是最好的。这个方法也是南师所推崇的方法，非常独特。准备干桂圆肉1颗，花椒7颗，适量的艾油，把这3样材料放在一起，捣碎，然后搓成一个小丸子。睡觉的时候，在肚脐上滴上1滴白酒，把做成的小丸子放在肚脐上，贴上胶布就行。第2天起床的时候就取下来。我这里就有一款我们自己做好的肚脐贴，1瓶就是30粒，还配备了30个专用贴。喜欢的朋友点击视频下方落穴养生，在我头上下面点击这里，进去就可以找到了。不管大人还是小孩，只要是脾胃不好都可以用。下面我教大家具体的操作方法，看好了。晚上睡觉前，我们先要把肚子上的2把手打开。第1把手就是肚脐下面，肚脐下2寸，也就是3横指的位置。这里找到位置后，双手做成一个勾的姿势，紧紧的勾住这里，然后左右弹拨9下，再上下弹拨9下。弹拨完，
先顺时针卷36圈，再逆时针卷36圈。这是解开了第一把手。我们在疏通的时候要用力，力度要渗透进去。做的时候，有些人明显感觉到这里有颗粒感，或者有疼痛感，或者感觉这里很硬。如果是这样，一定要坚持做，把这些地方都疏通了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肚子是圆圆的，圆如棉的肚子才是健康的。在肚脐上2寸，也就是3个手指的地方。这是第二把手，方法也是一样的，双手做成一个勾的姿势，紧紧勾住这里，然后左右弹拨9下，再上下弹拨9下，弹拨完，然后再顺时针卷36圈，然后再逆时针卷36圈。很多人一边做一边打嗝排气，正常的，非常好，说明做到位了。好，我们把这2把手打开后，上面就是补充能量了。把准备好的小丸子放在肚脐眼里，封上胶布，好了，就可以去睡觉了。第2天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取下来了。家里如果有白酒的，可以先滴一滴白酒在肚脐上，然后再放小丸子，促进吸收。这个方法在夏天的时候作用最好。脾胃的调养不是一朝一夕的，想要把脾胃调好的朋友，建议从现在开始贴完整个夏天。肝和胆都很重要，所以建议想养好肝、养好胆的朋友，肝胆这2条通道必须要让它们保持畅通的。早上拍胆经，晚上敲肝经，就能轻松的疏通它们。下面我教大家做。早上6、7点起床后，先敲胆经。胆经就在我们大腿的外侧面，其实我们就疏通这一段就可以了。从臀部到膝盖的外面，找到这个胆经的循行段之后，我们用拍子来疏通。如果你知道长拍对身体的好，那你一定要准备这样的拍子。它拍1次就能顶你用手3次，因为用它能渗透到身体里面，渗透到肉里面去。很多人用手拍打，就这样子拍打，只是打到皮，却不打到肉，所以说渗透力上不来，作用就没有这么明显。想要的朋友点击视频下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疏通胆经，从臀部一下一下的往膝盖方向敲打，然后再回来，就这样反复的敲。早上多拍胆经，能生发人体少阳之气。现在我们现代人吹空调多，喝的冷饮多，身体的风寒积累得太多了，大家一定要多疏通胆经。疏通的时间5到10分钟。当我们2腿的胆经都疏通完了，我们还要侧重疏通一下风市。风市特别好找，我们站立，双手自然下垂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风市，这里就是了。找到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敲打。我们左右的风市一起来，一下一下的拍打，力度适中。如果你受力，可以慢慢加力，一定要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把力量渗透进去。心里默数，拍打100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就这样默数100下。有人说风市是风邪的市场，这只是说对了一半。在人体的风市上，各种风都会聚集到这里，形成一个市场。除了风邪，还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。如果用得好，健康也会随风而至。这是我们早上要疏通敲打胆经的路线。如果身体本来就比较弱，或者晚上本来就睡不好的朋友，不要在晚上敲胆经，一定要在早上疏通。
晚上我们应该疏通的是肝经，肝经位于我们大腿内侧面。大家像我这样坐着，两脚心相对，整个内侧面就展露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用拍子从大腿的根部一直往下拍到脚踝，然后又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拍打，从大腿根部有节奏的一上一下拍到脚踝，然后回来。肝经不通的人可能会在拍打的过程当中发现有疼痛点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着重的拍打那些感觉比较明显的区域，这些都是淤堵点。我们反复的拍打5到10分钟，用拍子拍打是真的非常舒服，你不会有硬物撞击的感觉。拍打完肝经之后，你会感觉非常放松、舒适，感到微微发热是正常的。早操胆经身体好，晚操肝经睡眠好，一天可以做1到2次，坚持做，身体会越来越好。我们身上有一条经络，女性一定要多疏通。是的，它就是肝经。肝主疏泄，喜调达，调达就是畅达的意思，通达的意思。如果肝经淤堵了，就容易长斑、眼干、郁闷、脾气大、没胃口，凌晨1到3点早醒等等。所以女性记得要多疏通。下面我教大家具体的疏通方法。我喜欢用这个经络拍来做，大家都知道常拍对身体的好，拍1次就顶礼用手3次，因为用它能渗透到身体里面的骨肉之间。很多人用手拍打，其实也只是打到皮，这个力一直停留在表面，渗透不进去，所以疏通的作用是没有这么明显的。好，我们先找一下肝经。我们先了解一下肝经大概的路线，其实它是起于我们脚下主拇指外侧大敦穴，然后就一直往上走，走小腿的内侧，要经大腿内侧面，也就是偏中间的位置，一直往上走。好，走到上面了，然后就在这里有个弯曲，就到章门。到了章门之后，又回到正面来，到达我们胸上面的奇门。所以呢，它是比较长的，我们要捉住重点的部位来疏通就行。我们疏通把它分为2段，第一段就是从奇门开始，也就是我们肋骨的正面，不需要刻意的找点位，因为我们用的是拍打的方法，一拍就一大遍。那么大概的位置是这样，从奇门开始拍打，然后我们来个弯曲到两肋的侧面，也就是章门的区域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腹股沟这里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好，咱们开始，手持2个经络拍，从奇门的区域开始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不要一上来就用重拍，我们先轻后重，慢慢的加力，然后就到章门的区域，就是两肋的侧面。接着我们再回到腹股沟的位置。好，然后我们再重来，就是这条路线。再重复，反复的拍打5分钟，然后我们再进入拍打肝经的第2段。第2段就是肝经在我们大腿内侧的循行段。我们拍打从大腿的根部开始，沿着大腿内侧中间段，也就是偏中间的位置，一直往下拍打到踝关节。手持2个经络拍，力度适中，慢慢的加力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就这样反复的拍打。在拍打的过程当中，大家手腕一定要放松，充分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疏通起来更舒服、更方便。
好，就这样疏通5分钟。我们这个拍子的头部呢，还加入了特制的材料包，里面有奇艾、黄柏、没药等8种材料，这样我们疏通起来会更有帮助。女子以肝为先天，所以广大的女性同胞，肝经一定要学会疏通起来。很多女性容易长各种东西，脸上长斑斑点点的，和这条路线不通有很大的关系。不想这样的朋友，赶紧疏通起来。睡好觉是我们养生的头号大事，就算在古代，古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一个人长期睡不好觉，身心肯定会出问题的。许多调查也发现，世界各地长寿的100岁老人，几乎没有一个是睡眠不好的。但是现实生活中，睡眠质量不高的人越发的多了。很多人的睡眠都是垃圾睡眠，比如过了子时才睡觉的人，就是垃圾睡眠。肝的疏泄功能弱化了，因为肝在子时的时候功能是最强大，帮助人体修复排毒。子时不睡，肝气生发不足，肝血不足，人就容易肝气郁结，脾气易怒。这只是开始，更多的问题会慢慢的出来。有一个规律是，越不想睡觉的人，睡觉质量往往越差，越容易睡不好。长时间睡不好是很痛苦的，要么手里有个手机，要么脑子里有个剧场，每天漫漫长夜，妥妥的煎熬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睡得好呢？向大家分享4个在睡前用的助眠的点位，主要是交通心肾、调节气血，分别是安眠、印堂、太阳、涌泉。这些点位都很好找的，找到了用手指点油，每个位置点油5分钟。如果觉得用手指比较容易累，可以用这个梳子，用梳子圆润的一头，用这个梳子比用手指好多了，力度更容易渗透。我们先来点安眠，安眠就在翳风和风池连线的中点，就在这里。要我们用2个梳子，用圆润的一头对着安眠穴，力度适中的点油，旋转点油5分钟。左右的安眠穴都是同样的方法。然后我们再来点印堂，印堂是很好找的了，就在我们2眉心的中点。然后我们用圆润的一头，轻度不要重度，力度适中的压着，然后旋转点油5分钟。点油完印堂，我们再点左右的太阳。太阳就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仔细摸，你会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，这个凹陷就是太阳。找到这个点位了，然后我们用2个梳子，用圆润的一头压住太阳，然后旋转点油，时间也是5分钟。保持适度的酸胀感，不要太大力，因为这里是皮多肉小。点油完太阳，咱们再点油涌泉。在我们的脚底板这里像个人字纹的中点就是涌泉。找到了，咱们用圆润的一头，这回就要稍稍用点力压住涌泉，然后旋转点油，要稍稍用点力。左右脚的涌泉各点油5分钟。有这个梳子的朋友，平时也可以用它来梳头，比如早上起床可以梳一下，午休醒来也可以梳一下，每次梳5到10分钟，梳到头皮均匀发热，坚持下来益处多多。喜欢这个紫檀木梳的朋友，请点击视频下方
视频的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，平时要学会在正确的时间睡觉，减少垃圾睡眠。在子时、丑时最需要睡眠的时候，不要拖拉，赶紧睡觉，养足精神。还有在中午时分一定要午休，午休控制在半小时以内。优质的睡眠可以协调阴阳，运行气血，滋养脏腑，水火相济。醒来之后，人自然精神百倍。睡眠是最好的养生。今天教大家一套道家流传千年的睡功。睡前只需要做完阳卧10分钟，腰好肾好，睡眠好，躺着就能让肚子变小。下面跟我做一下。睡觉时，身体自然平躺，两脚心相对，脚后跟往上提，尽量靠近会阴，双膝向外打开，尽可能贴在床上，感到大腿内侧肌肉紧绷发热，像是在拉筋的感觉。两手心放在大腿根部附近，掌心向着腹部，全身放松，闭上眼睛，保持这个姿势10分钟。慢慢的，要是有睡意袭来，就不必在意姿势了，自然入睡就好。人卧则血归肝，这个动作拉伸了大腿内侧的肝经和肾经，促使血液回到肝脏中，让人睡得更踏实。入睡难、睡不踏实、多梦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。腰部酸痛的、腿部受凉疼痛的人，要坚持每晚做一做。我们还可以在完阳卧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揉腹的动作，揉开腹部的6条经络，让气血通达全身，还能改善肚子大、便秘的问题。同样是先做好完阳卧的姿势，然后双手叠放在肚脐上，顺时针方向按揉腹部，慢慢的往外扩展到整个腹部，揉100圈。再逆时针揉100圈，把腹部揉开、揉圆。俗话说：“腹部软如棉，百疾不来缠。”腹部汇集了脾胃、肝胆、肾经以及任脉、冲脉、带脉6条经脉，把腹部揉圆，可以促进气血运化，充实脏腑，还能加快胃肠道蠕动，促进消化吸收。有便秘问题的、肚子大、有减肥需求的朋友，每晚睡前记得做一做这个动作。大家坚持1个星期以上，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，发现自己的肚子变小了，肚子变圆了。